如果一個國家被債務逼入絕境，他會做什麼？答案或許並不浪漫。在歷史上，那些走到財務懸崖邊緣的政權，很少會選擇慢慢修復，更多時候，他們選擇的是賭命。不是拯救經濟，而是轉移矛盾；不是修復結構，而是對外宣洩；不是認錯止損，而是制造更大的喧囂，試圖用外部衝突覆蓋內部崩塌的聲音。而今天的中國正在被一張越來越緊的債務鐵網一點點勒住脖子。這不是情緒化的渲染，而是冷冰冰的數據正在無聲作證。先不談口號，不談宣傳，只看賬本。據多方統計數據綜合顯示，截至2023年，中國地方融資平台城投債務餘額保守估計已超過68萬億元人民幣。這並不是某個反華機構得出的極端推論，而是根據公開債券發行量、地方平台負債審計數據進行的交叉測算。天津一座城市自己公開承認的有息債務已經達到1.718萬億元，而這還只是賬面上能說出來的部分。把視線從渤海灣向內地平移，你會看到一個更加詭異的圖景。幾乎每一個城市背後都拖着一個看不見底的債務黑洞，幾乎每一筆看似繁華的基建背後都埋着一根未來的絞索。道路、地鐵、新區、產業園，像一個個裝飾精美的陷阱，共同指向一個事實：錢早就花光了。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債務官方餘額約41萬億元，中央政府債務約39萬億元，僅這三項相加，中國政府體系的顯性債務規模就已經約為148萬億元人民幣。這是一個什麼概念？2023年，中國官方公布的全國 GDP 約為126萬億元人民幣。也就是說，中國政府體系的顯性負債規模已經達到 GDP 的117%以上，而這還是在口徑最溫和的版本下。要知道，很多被隱藏在企業負債、平台公司、擔保責任、影子銀行裡的債務，根本沒有完全納入統計。如果把隱性部分計算在內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估算，中國的真實政府相關債務比例很可能早就突破了150%至180%這一高危區間。問題的真正恐怖之處，並不是已經有多少債務，而是增長速度。根據官方財政數據，2023年全國地方財政赤字約為4.88萬億元，中央財政赤字約為4.16萬億元，合計超過9萬億元。同一年，中央與地方各類債券發行總規模超過20萬億元，大量債務只是借息還舊，真正新增負債約6萬億元左右。粗略但真實的計算，2023年一年內，中國政府系統新增的債務加赤字總量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中國的政府債務規模正以超過11%的年增速瘋狂膨脹。而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？官方說 5.2%。許多國際機構則認為，中國真實增速很可能已長期低於 3%， 有些分析模型甚至給出 0% 至 2.5% 的區間。當債務增長速度是 11%， 而經濟增長速度不足300分號，這不是發展，這是失控。這就像一個人一邊拼命借錢，一邊收入卻在縮水，卻還要維持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複雜的社會開支。更致命的是，所有支出的刚性都在上升。老齡化加速，2050年，中國老年人口很可能超過5億人。年輕人失業率長期走高，一度突破 20%。房地產這台曾經的印鈔機已經幾乎徹底熄火。土地財政快速枯竭，地方財政像一口漏底的井。外資數據持續流出，產業開始向外遷移。消費信心跌入低谷，
中產階層集體收縮。與此同時，為了穩住一切，支出卻只能增加。要維穩，要補貼，要托底地產，要救銀行，要救企業，要保系統運轉。錢從哪裡來？只能繼續借。如果按照 11.2% 的年增速計算，10年之後，中國政府體系債務總規模將逼近430萬億元人民幣。而即便10年後，中國 GDP 被美化到200萬億元，債務率仍將達到210%以上。如果真實增速維持在2%至3%，甚至有可能突破250%大關。這個數字已經逼近，甚至可能超過當下的日本。2022年，日本政府債務占 GDP 比率約為 263.9%。但為什麼世界並沒有對日本產生恐慌？因為日本有3道巨大的安全墊，巨額海外資產帶來持續現金流，日元是國際儲備貨幣，地緣結構穩定，受西方體系庇護。而今天的中國呢？外匯儲備在緩慢消耗，人民幣國際化受阻，外部環境持續緊張，企業利潤被內捲吞噬，地方財政接近崩潰邊緣。這不是日本模式，這是一種更加危險的狀態——懸崖模式。你現在看到的不是一個在溫和衰退的國家，你看到的是一頭正在被債務逼到角落，屏息喘氣，卻仍在強撐的巨獸。當退路消失，當經濟失血，當希望坍塌，歷史告訴我們，有些政權會開始尋找另一種出口，而那條出口往往不在國內。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有債務，而是當所有人都意識到這筆債已經還不動了。歷史反復證明一條規律：當一個國家的財政系統開始失血，真正的崩塌並不會從政府話語中體現，而是從普通人的生活一點一點滲透出來。最先倒下的永遠不是權力中心，而是街角的小店、家庭的存款、本就脆弱的中產安全感和年輕人原本就搖搖欲墜的未來。這一切其實已經有跡可循。2023年，全國土地出讓收入下降到約 4.6 萬億元，而在5年前的2018年，這一數字曾接近 8.7 萬億元。短短幾年時間，差不多蒸發了一半。這對地方政府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一個最重要的財政來源被活生生切斷了。而與此同時，地方的支出並沒有減少，反而在醫療、社保、教育、維穩、基建維護、債務償還中越來越重。於是下一步必然發生，企業稅費壓力上升，各種隱性收費開始出現，社保繳費比例越來越沉重，罰款、檢查、攤派重新抬頭。錢從哪裡來？只能從老百姓身上來。但問題是，大多數人已經快被榨乾了。2023年，中國家庭部門債務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已超過 140%， 遠高於10年前的水平。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把未來20年的錢都已經預支在一套房子裡，而那套房子現在正在貶值。據多家機構統計，全國主要城市新房、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跌超過 30% 至 50%， 3、4線城市更是出現系統性價跌量消失。房地產不是單獨一個行業，它牽動着鋼鐵、水泥、裝修、家電、家具、建材、物流、金融、廣告、中介、物業，幾十個產業鏈，數千萬個崗位。當這個引擎熄火，帶來的不是一棟空樓，而是一整座城市的失血。失業潮從未被公開承認，卻無處不在。年輕人開始逃離一線城市，外賣、直播、擺攤、零工經濟成為主流職業。大學學歷開始貶值，一張文憑換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。當努力變成笑話，
當奮鬥淪為段子，當買房改變命運變成一場騙局，一個社會的心理也就開始發生危險的變化了。人在絕望的時候，往往需要一個出口，而這個出口有時並不理性。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很多重大衝突，並不是因為太強，而是因為太撐不住了。當內部問題堆積到無法解決時，外部衝突反而成了一種重置按鈕，可以轉移注意力，可以強化凝聚力，可以讓人忘記債務，可以讓失敗有了敵人。不是說一定會發生，而是必須承認，這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中反覆被驗證過的選擇路徑。一個擁有14億人口、核武器、大規模工業體系、巨大內卷壓力、財政危機、人口老齡化的超級國家，一旦進入系統性不穩定階段，它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全球級別的風險因子。金融會發生什麼？資本外逃加速，貨幣面臨貶值壓力，銀行不良資產暴露，地方金融機構可能出現集中風險，普通人儲蓄的安全感遭到挑戰。貿易會發生什麼？外資會繼續轉移，貿易保護會加劇，供應鏈去風險化，全球對這個國家越來越謹慎。社會會發生什麼？階層固化進一步加深，中產階級被持續擠壓消失，機會越來越少，情緒越來越極端，人心越來越冷。一個社會最危險的時刻，並不是最貧窮的時候，而是當它曾經輝煌過，當人們嘗過甜頭，當希望被一次次點燃，然後熄滅。這種心理落差比赤貧更具破壞力。此時，任何一句口號，任何一個外部目標，任何一個可供投射情緒的方向，都可能被放大、被利用、被推動。人們不是真的想衝動，只是已經沒有更好的出口。當一個系統走到這裡，他最想要的不是發展，不是改革，不是未來，他只想撐住今天。而為了今天，他可以付出明天。這就是所謂的掀桌子心態，不是計劃，是本能，不是戰略，是垂死時的最後掙扎。你現在看到的，不只是經濟減速，不只是財政緊張，不只是房地產崩塌，你看到的是一個舊模式在死去，而新模式遲遲沒有出現。你看到的是一頭巨獸在原地打轉，越跑越累，是一個龐大系統在邏輯上已經走進死角。當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開始靠情緒維繫穩定，靠話語抵抗現實，靠想象的敵人來解釋一切崩塌，那就意味着真正的危險早已不在數據之中，而是深深嵌入了整個社會的心理結構本身。它的表象是什麼？是解讀電影《芳華》的視頻突然在中國網絡上爆火，是集體對往昔的情緒性回望被無限放大，是對現實困境的憤懣被轉移成對外部世界的強硬姿態，對日本、對台灣、对美國的指向性敵意在彈幕與評論裡不斷回響、堆疊、發酵。不是因為外部真的變得更危險，而是內部已經越來越無法被直視。情緒在替現實發聲，仇恨在替問題尋找出口，而這才是最危險的信號。